法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法官是坐在法庭席上，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托于法条进行审判的人。我们是司法审判的最后一步，是那个端着不偏不倚天平的人。但对于被告、原告而言，我们的审判绝不会让每一方都满意。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局部，与我们必须纵观的全局也无可比拟。就像海兰遇到的事情。没有一个法官能在职业生涯里不被当事人辱骂、威胁。但我们的工作也有令人开心的时候。朱大爷赠送的那面锦旗就是快乐。环保庭作为一个改革试点的新法庭，我们的当事人除了原告、被告，还多了不会说话、无法为自己主张的环境。如果说原来的判决中，公平正义的天平无法让原告和被告实现共赢，那么在环保庭，绝对受益的一方将会是环境。我们所做的努力，所冒的风险，不仅仅要维护原告被损害的利益，更要致力于环境的恢复。运城化工厂这个案子是不是让环保局长看了？这么不配合他们？不管是环保局还是杨运胜，都应该有人出面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你这样，给检察院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你想让检察院提起检察建议啊？哎，我听说海兰又跟人干上了，而且还是上次那个蒋检察官。冯法官，苏律师到了。哎，苏律师啊，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杨医生失踪了。什么？而且化工厂的状况比之前还要糟糕。太过分了！他们太过分了！这怎么没人管呢？判决书上不是写着让环保局监管吗？你打电话问问。还有这个杨运胜怎么就失踪了？这事苏律师没强调，他只说现在化工厂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这事儿没人管，我们得管。周末约上苏卓，一起去现场。好。您跟环保局反映过这个七星运生化工厂现在的状况吗？杨一木和村民带着法院判决书去找过环保局，结果环保局说厂里情况不归他们管，把他们给打发走。来的路上看到周围的土壤确实有在修复，证明这笔修复金是到位的。会不会是杨运胜失踪了，所以才没人管啊？那也不能罔顾这周围村民的利益啊！帮我看着呢。不是，你干嘛去？哎，在外面什么都拍不到，只有进来了才能收集证据啊。这些工作不应该是执法人员来做吗？掌握事实的真相，它也是一个法官的义务。等等。不好意思啊，来，法官，我们又见面了。不好意思，你好啊，张主任。啊，不好意思。张主任，我们等半天了，你们局长呢？啊，我刚才在联系黄律师过的，所以耽搁了点时间。来，两位法官又见面了。哎，坐。黄律师呢是局里的法律顾问，请多多指教。张主任，我们是来协调运胜化工厂后续监督工作问题的，有必要找律师来吗？是这样的，我们局长说了，这个七星运胜化工厂的囤积危废的清理工作啊，这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可你们也有监督责任。
两位法官，我们张主任，我们想跟你们的局长面对面交流一下。哎呀，真是不巧啊，我们局长最近啊一直在外面开会，哎，他授权我和你们对接啊，有任何问题，你们两位啊麻烦都和黄律师谈。原来你们是为了环保局的事情来的呀？对，赵主任，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七星县环保局具有监督杨运胜恢复环境的职责。可现在环保局明显在撇清责任，检察院这边能不能让环保局尽快履职啊？环保庭不只有你们2位法官吧？哦对，还有一位林海兰林法官。对，那就对了。其实啊，你们今天不来，我也想着去找你们的。我就是想找你们问问，黄卫龙使用地笼网非法捕鱼，到底还有什么问题？被告是人赃俱获被抓的，而且呢也已经认罪了。可是你们那位林法官，却还要求我们检察院补足证据。听说在现场还把我们的检察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法官批评检察官，这个道理何在啊？是这样啊，赵主任，我们林法官的处事风格确实有待商榷，我们回去得好好说说他，好好批评一下。没错。但是，这个案子我们内部讨论过，被告虽然承认了犯罪事实，但是作为物证的地笼网，它是个新网案，虽然型号一致，但也只能作为参考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啊。当事人自己都认罪认罚了，这个事儿往大了说，关系长江保护；往小了说，当事人黄卫龙都70多岁了，这重判轻判是不是得弄清楚啊？否则怎么让人民信服啊？可是黄卫龙他确实是……赵主任，你听我说，眼下比较重要的是庆幸运生这个案子，是吧？我们去现场勘察过，这个工厂的污水已经开始外漏了，周围环境都被污染了，现在周围的居民生活堪忧啊。你是让我们检察院提起对环保局的检察建议？对。哎，这是个大事儿啊！是事关群众生活安全的大事儿。那黄卫龙的案子，法院这边跟我们谈条件。你手上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赵主任那边不用管他，直接忽略就完了。庭长，这样不好吧？我们跟检察院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什么不好啊？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没底线的。哎，这小县城的政治生态就是这样，只要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啊，大家在面上都给3分面子。今天赵主任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没当场撕破脸。不过下面就看我们的案子该怎么办了。公安那边的民警是个新手，没什么经验，有些问题没考虑周全，就直接把案子报到检察院了。现在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证据立不住。哎呀，最近可真背，1个、2个、3个都来添堵，我是不是水逆了？这是多少天了？这检察院那边怎么还没消息啊？哎，庞源，啊，打电话去问问，跟人好好说啊。好。罗厅长，我建议啊，黄卫龙这个案子啊，咱们3个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不行，咱们退一步，我去检察院那边争取他们对七星运中化工厂的支持，你看怎么样？海兰，你能接受耿年的说法吗？不接受，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就没有转圜的余地。再说了，我不能拿一个70多岁被告人开玩笑吧？不是林法官，运正化工厂那边的情况你也很了解吧？啊，这多拖1天，对于周围的村民来讲多一份危害。要想推进检察院的工作，咱们就得稍微妥协一下。你不能老拿着黄卫龙这个案子让人下不来台吧？这是2码事，2个案子啊！再说蒋丹都承认自己错了，我们妥协什么呢？我只是让他回去补充证据，有这么难吗？对于村民来讲，
是不是跟他们再谈一下？让你写你就去写。主任，地龙网案子的新进展是不是出来了？法院那边怎么说？酒精就查了酒精雨，人赃俱获，只不过丢了一个不知道飘到哪儿去的地龙网。这个环保庭那非得小题大做。检察长好。什么？七星运盛化工厂？怎么了？囤积危废？这个案子我知道。环保庭的2位法官呢来找过我。您放心，检察长，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个案子的。是。七星运盛化工厂又怎么了？环保庭那个罗源仗着自己是省院下来的，竟然把事情捅到了省检察院，而且环保局也拒绝了我们的检察建议。检察长打电话来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凭什么拒绝我们检察建议啊？你问我，我问谁啊？都什么事儿啊？蒋楠，你现在就去准备，我们立刻向法院提起环保局不履职的行政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许愿，哎，文艳来了啊！谁罗远他们几个在吧？在办公室呢，我带您去。当初我就提醒过你吧，这几个人啊得盯住了，不盯住他就给你捅娄子。各位大法官都忙着呢啊！许愿，许副院长，不是您怎么来了？罗远，愣着干什么？来，过来过来。曲苑，这事儿这么快就传到您那儿去了？嗨，我什么不知道啊？你们这几位现在都已经上了高院的热搜了。不能吧？哎，都别愣着了，小庞妞儿。哎，这个人家现在啊，这环保的、公安的、还检察院的同志们都纷纷打听啊。哎，说这个环保庭这几个法官是什么背景啊？怎么这么牛啊？这，看来这小县整个部门的领导们都打破了，都急了。许愿，你喝着。好，谢谢。成了。罗远，别小声嘀咕了，说说怎么回事？是这样，曲苑，其实吧，实不相瞒，这事儿啊是我有意而为之。我们，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看见了吧？这就是省高院下来的人，胆儿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吗？这要是每个单位都能按照流程办事儿，我们也不至于弄这么大的阵仗，费这么大功夫。别净挑自己有理的事儿说，个子高没毛病，你这腿不能伸得太长了。那你越级跟人家检察院汇报工作，那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吗？我这不是另有隐情吗？曲苑，卢厅长没有越级汇报，是我批准的。刘院长啊，你就不要护犊子了。曲苑，今天要是您不来，我还想找您诉苦呢。这环境资源的案子真是太难了，上对部门领导，下对百姓诉求，就他们3个人，就是有3头6臂也搞不过来呀。对，他们要真有3头6臂啊，这就翻天了。曲苑，当初是您把环保庭交到我手上的，我当然要帮您看好他们了。是，环保庭的情况呢，院里面都清楚，啊，我今天专门过来就是代表院里头来看看大家，顺便呢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还有哪些政策方面把握不准的，还希望哪些需要改进的，包括需要领导给予支持的，还有什么苦水，有什么委屈，都可以倒一倒。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那我说了，实诚吧，多实诚的法官啊！哼，说。
个咱们做工作嘛，就是既要讲原则，把工作耐心细致做好，同时呢也要讲政策。许愿，你有空常来，多来指导指导我们工作。我来不来都无所谓，关键是你得把这些人看住了。啊，还有你啊，不要以为自己长得高，就事事都想高人一等，鹤立鸡群，要尊重大家的意见。明白，一定集思广益。啊，好了，走了。好，去，好，再见，去。再见。您放心。再见吧，同志们。啊，就到此为止了，不要送，咱们不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好，学员再见。学员再见。再见啊。慢走。好，走了。刘源，我感觉今天我们第一次认识你。我可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刘厅长，你勇气可嘉呀！你越级报告都不需要跟我打招呼了。这不是前2天被气急了吗？对不对？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你也知道是麻烦，罗远，我把话说在前头，你下次要再想出奇制胜，麻烦你先给我打声招呼，否则我不会再替你打掩护。不能够，您是我们领导呀，我们有困难有委屈，不都得靠您做主啊？您怎么会不管我们呢？对吧？啊，现在好了，有曲院替您背书啊。赶紧回办公室吧，该干啥干啥，别杵在这儿了。对，走，小鹏，赶紧给环保局检察院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开会。收到。别忘了通知苏律师啊！哎，等回去吧。我们已经向法院提起对环保局不履职行为的行政公益诉讼，同时也跟公安那边协调了，让他们尽快找到杨运生的下落。有消息吗？目前还没进展，他已经上了征信名单，就算是人找到了，他也拿不出钱来。之前判决的时候，他的财产基本上。现在市里面对你们的工作是十分的不满意，因为七星运是个化工厂的事情，市里的招商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重要的客户被凤凰岭市给抢走了。许副市长对这件事情是气得够呛。我听说又有一家新的国际大企业要过来，如果你们再把这个招商引资的项目给搅黄了，那这个责任谁来担？运盛化工厂一天没有清理完毕，老百姓的生活就一天不能消停，这个责任我们更加担不起。凯兰，先别忙了，今天蒋丹正好过来，咱们再一起讨论一下黄维龙的案子。好。坐。林法官，这次
是我们的问题。警察小谭已经带人去找地龙网了，但是真的是大海捞针呐，这么大的临江，费这么多精力去找，真是有点……我知道，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没有找到被告的地龙网，你们的起诉书里就不能提使用非法捕捞工具这一点。坐，哎，那是要我撤诉吗？啊？九斤鱼就放在那儿，非法捕捞也是事实啊。在禁捕期间，如果我们就缺少一个捕捞工具的证据就撤诉，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这就是林法官你想看到的局面？我没说我不认九斤鱼的物证啊，也没说不判，现在是重判还是轻判的事儿。你看，我徒手抓九斤鱼和我用地龙网抓九斤鱼，它们对生态的危害能一样吗？刑期能一样吗？其实你们两个的观点啊都没有问题。蒋检察官希望严惩起到警示作用，海兰这边呢希望有可靠的物证来作为支持。不过你们刚刚的对话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我们要不开一个巡回法庭，来审理这个案子怎么样？这个案子里，被告对于禁渔期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而像他这种业余捕鱼爱好者有许多。如果今天这个捕3斤，明天那个钓5斤，积少成多，势必会对长江保护产生影响。所以你是想对老百姓做一个定向宣传？没错。如果二位认可，我去请示领导，咱们直接把法庭拉到临江码头上，正好那边有一个长江江豚的保护活动。夏老师还让我去做普法讲座，我想着不如把这普法讲座变成巡回法庭，这样可以达到蒋检察官希望的警示教育作用。海兰这边呢，可以按照没有充足的物证来审理，酌情量刑，怎么样？老远，你觉得我们现在办案会不会参与太多了？罗源，啊，罗源，啊，我说我们现在会不会办案的时候参与太多，会违背法院中立的原则？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审判过程中保持公平的判断。你是在想七星运胜的事儿还是什么？这几天跟环保局还有检察院的同事开会啊，我老觉得是我们在指挥他们工作。这么下去，我们会不会越界啊？我们的主体是环境，它可不会自己发声、自己讨公道啊。环境有可续性，判完以后就不管了，反而是不负责任。你说的对。那天曲副院长提议啊，对于一些重大案件，可以由专家陪审员组成7人制合议庭。如果这个改革行得通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对案件事实部分的认定了。罗源，啊，听见我说什么了吗7人合议庭啊，没问题啊。你这怎么了？今儿不在状态，是不是白天出什么事儿了？算了，反正周一去院里你也知道了。怎么了？你说呀。赵庆生今天来现场了。啊？他跟疯了一样，差点向海兰动手。海兰没事吧？人没事，赵庆生也被带走了。这一次他应该会被司法拘留吧？但我担心他之后啊还会冲动，但始终是个雷呀。我说我去找他谈谈，海兰又不让，说找他谈也没有用。找他谈确实没什么用。他心里现在有个洞，得有人帮他放上。洞？那这个所谓的洞，难道是海兰造成的？是审判造成的？那为什么还要海兰，还要我们去帮他缝补？海兰不欠他什么，法律更不欠他什么。说到底，他就是想找个人替他承受他的内疚。你说的是没错，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走上歧途的人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什么原因都不是他打击报复海兰的借口。这么说吧，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过往吗？其实我只跟
根据夏老师提交的论据和现有的证据，我认为七星县环保局没有履职。我同意罗婷的看法。亏他们想得出来，竟然以固废来源公司不在七星县做借口，逃避监管责任。既然本案事实认定部分合议庭达成一致，下面就法律适用部分发表意见。根据《固体污染物防治法》第1条，我觉得这次的判决应该落在保障公众健康和维护生态安全的必须性上。这不可能，这个责任我们绝对不担。他们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们过不去，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了，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们。我现在就去找县领导沟通去。管局，管局这要去县政府了？我们败诉了。管局现在情绪比较激动，说是要去县政府找领导讨个说法。其实不过就是恢复环境的问题吧。这管局未免也太固执了吧？开玩笑，你知不知道恢复环境需要花多少钱呢？那比公益基金用在外围土壤上都不够，哪还有预算修复厂里的？那他去找钱了？恐怕都不是。他刚刚出门之前说，要是县政府不处理，他就去找市政府；要是市政府不管，他就去找省政府。进。刘院，您找我了？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诉七星县碧湖湾生态林公园管理委员会的案子，已经分到你们庭了吧？你别拿这种眼神看我呀，坐。您可从来没有为一个案子单独找过我。七星县生态林公园是我们县近10年来最大的市政工程，大江市政府还特地组织了专门的单位负责监督，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七星县的人均环境，并且拓展旅游市场。可是他们将一块原始森林开发成了人工湖。我知道。所以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案子你得给我办好了。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没有听懂？真没听懂您的意思。反正就是这个案子，不管结果如何，我拜托你办的别像上次一样搞得天怒人怨，让人踏破我法院的门槛儿。哦，原来您是这个意思啊！您放心，我一定做到公平、公正，让人家挑不出毛病来。不过刘院长，我也想请您帮个忙，下次院里开总结大会的时候，就别拿案件数量、结案率来让我们环保厅难堪了，行吗？怎么，难为情了，罗厅长？没有，就结案率而言。你们不仅仅在七星县，就算是大江市里，你们都是倒数第一。这个不能拿数据来说话。我们环境资源的案件，那就是这样，每一个案件都涉及到庞大的专业背景和复杂事实，我不能为了结案率影响审判质量。你这话你别说给我听，院里人手不足，就光你们听，就3名法官，已经很多人对你们有意见了。这个案子你要给我办的又是风又是雨的。不会啊，刘院长您放心，这个案子我肯定给您办的笑逐颜开的大开太阳伞，不会晒黑，啊！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布置任务。等一下，什么事，刘院长？那个林法官那事儿现在怎么样了？对方目前没什么动静。那也要小心些，最好早点解决。明白，走了。那小子今天没来。
海兰在院里算是安全的，就怕他自己有什么想法。你看这几天上班都是心事重重的。等忙完手头这个案子，我来想办法吧。你想什么办法呀？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等想好了再告诉你。去，藏着掖着，去，我先想。哎，时间还早，咱们要不去公园看看吧，然后再去跟他们开会。嗯。老大爷跟我说，这儿以前啊，环境特别差，几乎这儿周围的居民都不敢进来。但自从这个公园一建成以后，他每天都到这儿来跑步，已经坚持1、2年了。我感觉这儿的居民对环境挺满意的。满意，那事情就麻烦了。什么意思啊？为了挖这个湖，被砍的树肯定不少。宁儿，一会儿回办公室去查一下资料，看看能不能抓个大概比例出来。好。哎，厅长，你看那是啥？去看看。这活动中心不过也没办建筑许可证吧？上去看看。罗厅长，何主任呢？罗厅长，耿法官。哎，你好。你们来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来迎接你们。啊，我们也是刚到，就想走一走，参观一下。我们办公室就在活动中心楼上，请跟我来吧。好，走吧。前面是游泳馆，这边是羽毛球馆，那边是打乒乓球的。哎，都到了哈。都到了。这几位都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我们管理层的同事，那几位是附近几个街道办的主任，这几位是居民代表。哦，各位。这是西兴县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法官，罗庭长、耿法官，大家鼓掌欢迎。
赔偿，心中会有不平衡，所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所以他们就怀恨在心，向你们这个环保联合会检举我们，而你们就成了他们的枪手。苏律师，你应该告诉我们这件事。是谁检举的重要吗？现在的原告可是大江市环保联合会。法院有权利、有义务知道事情的真相。管理委员会在没有经过环评、没有申请建筑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开挖人工湖，这个已经触犯到了法律。难道因为只是一个黑户检举，你们就不受理吗？今天组织双方过来，是想看看能不能达成和解。公园管理委员会愿意就未经许可自行动工这一部分缴纳生态赔偿金。苏律师，您看。罗厅长，这么大一个人工湖可不仅仅是违建，那些被砍掉的树呢？那些曾经栖息在那儿的鸟呢？这些可不是赔偿就能解决的事情。我方要求将扩充的人工湖部分恢复原状，还要恢复原本的生态容量。苏律师，恢复林地需要动用多少人力，需要多少资金的投入，又会引起多大的社会舆论？这个你考虑过没有？这些花的不是我手里的钱，那都是老百姓的钱呢。何主任，先冷静一下啊。苏律师是这样，我们去现场调查过，也收集了很多当地居民的意见。真要是法院判了，政府颜面何在？脸往哪儿搁？再说了，民心何在？这真会让人寒心的。徐副市长，你的这番话，我是不能赞成的。我们不能贪图一时的风景、漂亮的政绩，就放弃对长远利益的追求啊！否则的话，我们将来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老曲啊，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啊！咱们就说这个七星县这个运盛化工厂这个案子，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因为环保部门长期监管不力、不作为造成的呀。你说的对，老曲，本来这个你不提啊，我也不想说。这大家也都知道，七星县是我们市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地方。你再搞环保，再怎么着，你起码现在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吧。这县里的经济刚好转一点，刚刚上来一点。你们环保法庭一来，你看把这县里头上上下下弄得人仰马翻。你说是民生重要，还是你这改革重要？民生当然重要。我们还是拿这个运盛化工厂所在的这个下横头村说事儿。人家当地的人啊，原来搞些养殖啊、渔业啊，这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很好啊。结果呢，让他们这么一折腾，现在呢，土地废了，年轻人走了，钱没得挣了。这对民生是什么？这对民生不是一场灾难吗？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不是不了解。七星县县长找过我，啊，我也明确的告诉他，别再上诉了，别折腾了，要服从法院的判决。不管怎么样，就算勒紧裤腰带，也得把这土地给我修复了。徐副市长，今天就为你这番话，我一会儿请你吃饭，就在我们食堂吃顿工作餐。我要代表下横头村的老百姓向你表示谢意。记着，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截断经济发展的道路，恰恰是为了让它更加有序、更加畅通的可持续发展嘛。谈何发展？照此下去，我看是寸步难行了都。鉴于双方不能达成和解意向。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of say 市民们怎么说？难道你也先入为主了？这是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公益，园林建设它也是一种公益。这些市民们代表的就是第二种公益。罗厅长讲的有道理，我们要做的就是平衡这两种公益。但是现在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园林建设对生态破坏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你说的也没错，生态类那边也请了个专家做了一份鉴定，跟我们请的专家得出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本案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是呢，就是坚决不同意回填人工湖。可是这个地儿有水有绿化，怎么会破坏生态呢？这不是把破坏的都补回去了吗？笨呢你，鉴定书不都在这儿吗？等等，聂文说的有道理。我们必须得先搞清楚生态林到底破坏了哪些地方，修复这些被破坏的地方才是我们审判的目的，不是吗？联系一下夏老师，让他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鉴定报告。真别说啊，能在这个地方散散步、跑跑步什么的，还真是惬意。而这温度啊，也比外面低了好几度。是，要不是我参与这个案子，我还觉得这是政府为民办的一个好工程。肖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工湖过去主要用于水库建设、水库储水，属于水利工程。现在人们为了改善环境，用人工湖泊来造景，很多地产公司都这么做。没错，肖老师，现在好多小区都会建一个湖，环境好了呢，房价也就高了。我们调查过，这周边的房价确实比其他地方高，就是因为这个人工湖。刚才耿法官也说了，觉得这里的温度比外面要低，是这样的。人工湖吸收了太阳能之后，利用水的蒸发带走了热能，形成了新的湿度和温度，有了自己的小气候。一般情况下，湖水作用可以使周边的环境平均温度下来2到3度。这么说，建这个人工湖的好处还是不少的呀。虽然人的体表舒适度是增加了，可是周边的生物，它们能适应吗？这怎么说？这么说吧，我们就说这湖水，湖里的水是从哪儿来的？雨水、自来水，还是地下水？这些水又去向哪里？流向自然湖泊，还是变成了一滩死水？在扩充这个人工湖的时候，它的防渗漏是否完善科学？周边的污水会不会进来？有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对这里进行监测？这些东西我们之前好像真的没想过。一个缺少水体交换的人工湖水系，是存在大量隐患的。不仅会导致水环境的恶化，还可能产生类似于甲烷类的有毒气体，甚至毁坏水生及周边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当然，这一些可能房地产商们未必想得到吧。
他们也不愿意想得到。照您这么说来，这个人工湖还有可能成为生态环境的重大污染源。有这个可能。真没想到。现在不仅要考虑砍树带来的破坏，还要考虑北溪未来的安全。我需要数据。原本想啊，这可能是政府的一个为民工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他们是好心办坏事儿了。罗婷，这案子可不好判了。找专家。伤财啊！重新拆掉，再重新补植，这个费用可能会比当初建造的费用还要高上好几倍啊！专家别着急啊，您刚才说那个价值和这个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价值啊，能成正比吗？生态环境是无价的呀！哼，哼什么你哼？我看是你那几个生态修复公司的股份无价吧？说谁呢你？你这是污蔑，你这是血口喷人！专家库可是对我审查过的，没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主动申报，我和你这种学术混子说不到一块去。谁是学术混子？怎么？你？这里是人民法院，不是菜市场。这个案子要用数据来说话。你们是专家，是学者，能不能先不考虑钱的事儿，整点有用的，行吗？拿出一份修复报告来，把这2个方案的优缺点和对环境的影响写清楚，然后咱们再谈钱，好吗？江检察官，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习惯习惯。跟你们办过那几个案子吧，我也算是摸清楚你们环保庭的脾气了，都是为了司法公正嘛，能理解。对，理解理解。那既然这样，来握个手吧。说回案子吧。说回案子吧。除了刑事这一块呢，我们还附带了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海阿平在临江的禁捕期内非法捕捞、买卖鳗鱼苗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还严重破坏了临江鳗鱼资源以及周边的环境。如果这是一个刑事案的话，那我们直接就送到刑庭就行了。但是这个案子还牵扯到了环境和公益诉讼的问题，所以我们跟领导商量了一下，还是送到你们这儿。了解。等罗庭长他们回来，我们会做一个专门的研讨。江检察官，以后估计咱俩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辛苦你。不辛苦。江检察官，辛苦了啊！呀，妈妈，找妈妈去。妈妈，怎么还不高兴了？你又吃了我的布丁。又吃了你的布丁啊？不多是个小气。小琪，麻烦你了啊！这老关出差，我也没时间去接他们。姐，你别跟我客气了，我也特别喜欢他俩。你平常就忙，姐夫又出差，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行了，跟小琪哥哥进去吧。啊，来，去吧。我带你们去看动画片。我不看。走走。慢点，慢点。左左右右。跟叔叔打招呼了呢。海伦，你结束了吗？结束了。滚面今天回去，让他送你吗？你不回去啊？我。他跟夏老师要去办点事儿，所以让我开他的车送你回去。
有事儿。行。你们那个生态林案怎么样？有进展了吗？嗨，别提了，环境规划院的2个专家意见不统一，吵起来了。一个说要维持现状，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事实；一个坚持要回填人工湖，但是价格不菲。刚才那会议室啊，吵得不可开交啊。回填人工湖肯定是笔巨款，而且老百姓失去了休闲场所，情绪也会反弹。但是公园方在工作上确实出现了疏忽，得赔。妈妈，你刚刚有没有听见我说悠悠吃了我的布丁，他还不跟我道歉？生气了是不是？没事，妈妈把悠悠的布丁晚上给你一起吃。我不要，那不是我的布丁。行。怎么不是呢？你看啊，把中午的布丁挪到晚上吃，晚上你就可以一次性吃2个了，对不对？好了，去看会儿动画片啊，等妈妈一会儿，乖。怎么了？看什么呢？如果是异地布置呢？现在原告坚持的是生态容量遭到破坏而缩小，所以才要求恢复原状，对吧？对。那如果我们让园区换一个地方进行补植，这样生态总容量是没有变的，就跟佐罗的布丁从中午挪到晚上吃是一样的。只要换一个地方，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是先找一个靠谱的专家评估一下，只要确定这个方案能够恢复生态容量，咱们就这么办。同意。同意。同意。那我可以吃2个布丁吗？当然可以啦。来，悠悠，一会儿让耿面叔叔也给你买个布丁。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还有哥哥呢。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小孩整理一下。明白。我把咱们之前办过那异地补植的案子资料找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开窍了啊！耿面叔叔，辛苦你一下。找一些靠谱的专家来帮我们的设想告诉我。还有夏老师提出的人工湖水质问题，也请他们一并论证一下。好的，洛阳哥哥，我这就去联系啊。悠悠的布丁别忘买了啊，回去买。谢谢葛天叔叔啊。哎，小鹏，上午蒋检察官送来的那个鳗鱼苗案，给庭长看一下。好。鳗鱼苗案，看来咱们上次的巡回法庭很成功啊。检察院又送来一个升级版的案子。妈妈刚刚说了，今天晚上你的布丁给我吃，我不给你吃。你在中午已经把2个布丁都吃了，总量没变。可是我晚上还想吃，总量不可以变。不可以变，对，好，统统给我上车。你们俩就不能安静10分钟吗？系好安全带。这会儿我就羡慕你的生活了，安静。我妈说还羡慕你们的生活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啊？工作不是忙吗？没时间聊这事儿。上车吧。坐好。辛苦你今天跑一趟啊。没事，正好今天没课。哦，对了，规划院的那个方案我看了。修复方案你们怎么想的？让园区管理方负责修复附近一个被过度开垦的矿山生态，这样市民公园保留了，那一片区的生态也能持续。这个方案还不错。这个方案还得你帮我们核算一下里面的计算，水体损失、植被损失和生物损失。没问题。那园区那边他们同意吗？他们当然同意了，本来就是他们不占理。现在这个矿山的生态修复，也能改善园区的整体环境。不过有个人，你得帮我们好好劝一下。谁？我们不同意。宋律师，你先别着急决定。吴会长，今天请你们来法院呢，是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方案能够实现公益最大化，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根本就不足以遏制撕毁人工湖的行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啊，环境公益才是我们的第一考虑。如果赔偿这么少，
其他单位都做效仿，难道不会对之后的环境公益造成更大的损害吗？吴会长，环保联合会这边也坚持恢复原状吗？罗厅长，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苏律师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担心这起不到警示作用。我说几句。好。我觉得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人类活动就是不断的在占领自然。过去是村庄、耕地，后来是工厂、城市，都是人类开拓出来的。我们做环保也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只要人类存续，就不可能避免向自然伸手。夏老师，那按你这个说法，以后我们大家都不用做环保了，反正大家对自然是想怎么榨取就怎么榨取。这就是我们的误区啊！随意开采的反面不是不开采，是平衡，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利益，保证生态自然可持续性发展，这才是我们做环保的目的。其实这个方案，我觉得就是在促进这种平衡。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要回填，需要大量的土壤、水，拆除又会产生大量的废料，这是更大的资源浪费啊！孙律师，要不我们再考虑一下。从我们法庭的角度啊，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达成和解，维护环境公益。但抛开这些，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环保庭成立到现在的一些工作感悟。很多环境侵权案件中啊，我们最终都是以判赔、判罚结束。但这个金额呢，要么太小，不足以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要么太大，变成一纸空文，被判的人破产上征信名单。可是，受损的生态环境，他们一直被搁置在那儿，等待着政府去修复，就跟运胜化工厂一样。我说这些是想让大家换种思路想一想，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会不会比一个夺人眼球的判罚更有利于生态环境呢？罗厅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我们再回去商量一下。好，我送你去。吴会长，我也送送您。苏律师，我知道上次生态林的何主任说话有些冲闹忙你，但是你换种思路想一想，他会不会是真的把生态林公园和去公园的市民放到这儿，才会那么情绪化？罗厅长，您现在是在暗示我在闹脾气是吗？你是专业律师，当然不会因为个人喜恶影响到专业判断。你应该清楚，一个不合理的诉求不会得到法庭的支持，法庭最后的判决一定是进行了综合考虑后的结论。我和我的当事人会认真考虑法庭的调解意见，也请允许我们先找专家鉴定一下这个修复方案，我会来回复您。好。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这么神秘？说。我决定离开环保庭。开什么玩笑呢？不开玩笑，孩子要上小学了，不能都让老关一个人带。所以这次忙完满育苗的案子，我就申请调回大江市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们都商量好了？曾天说你不会阻拦我的。我就是觉得我们这3驾马车开得好好的，你这现在突然说要走，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有家庭，不能什么事都扔给老关吧，我也得牺牲牺牲。哎，是这样，海兰，只要你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你。海兰，如果要真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要不你把孩子给我们带吧？是，你会带吗？
我可以学啊，我跟耿念一人一个。我已经很麻烦你们了，每天接送我上下班的。再说了，你能帮我带多久？带一辈子吗？真是阴魂不散啊！这才出来几天呀，又来了。罗冉，看慢点。要不先别管，等上了高速就好了。海兰，正好我和耿念都在，要不我们下去跟他聊聊？海兰，我先去给他办手续。哎，耿念，耿念，怎么了？你刚电话里没说清楚，你没事吧？没事。你孩子出车祸了，我去看看。哎，有人坐会儿。不坐了。哎，怎么回事？海兰姐，怎么样？还没醒。不是说轻微脑震荡吗？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醒啊？医生说的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别太担心了啊。再等会儿，我先去忙了。哎，麻烦你了，先走了。丁法官，哎，范队长，怎么样？我同事刚刚调查了一圈，发现他一个亲人也没有。朋友呢？啊，事故交警正在处理。谢谢。太晚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就行。你也一起回去休息吧。他等会儿醒过来，看不见人总不太好。这事儿，我总得解决吧。好。你们也回去吧。那水你留这儿吧。啊。有事打电话。开车慢点啊。好。喂，老公。妈妈，悠悠今天又吃了我的布丁，我忘记我已经吃过了，我不是故意的。悠悠，你个小迷糊，怎么吃的东西都忘了？走走走，早了，跟妈妈说晚安，回房间睡觉去啊。晚安，妈妈。宝贝儿晚安，快睡觉去啊。别捣吧，海兰，你俩早点睡了啊。走走，照好妹妹啊。晚安。晚安。海兰，你
你确定万是要一个人留在医院？他还没有醒过来，我就是想确定他没事儿。我觉着是不是可以这样？你让医院通知你他醒过来，让你再过去不就完了吗？我刚刚才知道，他身边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你想想，经历了车祸，他要是醒过来，一个人也没有，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好歹我也算是个熟人吧。明白。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我明天早上走路再上去，我先睡了。行嘞，你早点睡啊。拜拜。你醒了啊？我去叫医生。滚！饿吗？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点儿。你少在这假惺惺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还好只是轻微脑震荡。你这2天就在医院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操心。有完没完？滚！滚呐！老瓜，没事，他只是刚刚醒过来，情绪有点激动，没事。那女法官，我们还是在病房里吧。没关系，我们2个认识很久了，没事。好吧，那我俩就在门口，有事儿您叫我们。好嘞，谢谢。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我都会留下来照顾你。你现在想当好人已经太晚了。我没有必要在你这儿做好人，你也别误会，我对你没有任何愧疚。那你留在这干什么？假装同情我，看我的笑话。赵金生，你都多大了，怎么还这么幼稚呢？我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你。我理解你为什么愤怒，但是你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你走到今天这步，真的是因为我吗？如果是我，我绝不推卸责任。你难道忘了当初是谁让我在那个认罪认罚协议书上签的字吗？我。你还有脸承认？我当初那么信任你。你如果不做错事，警察为什么会抓你？被你骗的。我是骗你去抢劫了，还是骗你过失杀人了？我进监狱是被你骗的。我的律师告诉你了，我是被迫参与抢劫的。那个女的也是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我才会推倒她在地上。我也没想到她就这么死了。我有人证的，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我一直都相信你的话，从7年前到现在，我没有怀疑过你的口供。正因为如此，法庭才酌情减轻了你的刑罚。但事实是你犯罪了，服了7年的刑，还不认罪吗？你说你是被胁迫的，但是你参与了抢劫，犯罪事实清楚，所以我才能够依法判你，所以你才入狱。这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我不清楚，我就知道。要不是我进了监狱，我妈就不会死，我不至于连她最后一面我都见不上。你入狱之后，你妈妈来找过我。一是来感谢我减轻你的刑罚，二来是来拜托我，让我在你出狱之后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是在惩罚我吗？你是在惩罚你自己，伤害的人也是你自己。你对得起你妈妈吗？大法官，你怎么可能会理解我这样的人呢？读书的时候被欺负，到了社会上又被打压，我现在是一个废人。
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废人，一个蹲过监狱的罪犯。我除了恨你之外，我的余生还能做什么呢？看来你还是思考过啊。过去的事情，就算重复100遍、1000遍，它也是过去了。你不往前走，你怎么知道未来能干什么呢？赵先生，我来帮你，怎么样？我们接受法庭的调解建议。好，郭主任，这样，你们提供被砍伐树木的清单资料，砍了多少树，分别是什么树种，都查清楚。人工湖的水体安全也请你们拿出一个保障措施。等这2个方案都出来以后，我们法院这边再对双方进行协调确认，监督实施。好的，没有问题。苏律师，你这边还有什么异议？我方没有任何异议。太好了，既然你们双方对调解方案达成了初步共识，那下次会议时间法庭将另行通知。罗厅长，太感谢你了，这个事情弄得我好久都没好好睡个觉了。法庭也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解决。你们的诉求，环保联合会的诉求，都代表着不同的公共利益，但绝对不是敌对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园区和联合会能够放下芥蒂，一起合作。您说的太好了，苏律师。之前大家有些误会，多有得罪，您别往心里去。我也有做的不妥的地方。还是罗厅长说的对嘛，咱们都是为了公益，又没有私人恩怨。罗厅长，还有想法？你别紧张，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抱歉。抱歉。我一直以为环保庭的成立不过就是走一个过场，是个形式主义。但这次这个案件，你们不仅考虑了树，还考虑了水。我现在开始相信你们是办实事的人。只要大家彼此多点信任，我相信在环境保护的道路上，我们能走得更远。林法官，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帮他缴纳罚款。这次的车祸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毕竟他也是因为跟着我。我希望这孩子经过这一次，能醒过来。队长，手续已经办好了。多谢啊。没事。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哎，你这小子，这么不识好歹！林法官，你一定要自己小心一点，有什么问题，一定及时联系我。你放心，谢谢你啊。博勇，博勇，哎呦，博大哥，哎呀，林法官、耿法官，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这是前2天刚接一个案子，需要种树。这一查资料，发现你现在是种树名人了。哎，您这说的不好意思。怎么样，过得不错吧？何止不错呀，那是太好了。当初我只会这样的砍树，这次也是多亏你们没把我送进监狱，还让我种树。我这种着种着，我现在成专业户了，家里面的条件也很好了。孩子怎么样？都好，一切都好。来，别站着了，你就进去坐，啊，来看看看看。雷法官，您今天来，肯定有事儿吧？对，我来，其实是有事儿想拜托你。你这话怎么这么客气啊？我这条命就是当初你们救下来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办到。我看你这儿人手已经这么多了，还需要人吗？你朋友也想种树啊？我也不确定他想不想，我就是先来问问您。如果您真需要人手，我就回去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来。那行啊，那您就去通知他。现在这个种树的工人不好招，毕竟挺苦的。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